姐姐，剩下的任务就让我来替你完成吧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我听说你在找我。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确定自己从没见过她，可她的声音好像又有些熟悉。你是谁？你不是要找李梅吗？仔细回想，李梅曾是 Black 的工作人员，自然能悄无声息地进入我的房间，所以眼前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正是我寻找的李梅。可我只在上一轮的挑战跟2号提到过，所以是2号让你来找我的吗？难道你没有听出我的声音吗？1号。看着他一脸玩味的表情，我猛然意识到，这熟悉的声音不就是上一轮被淘汰的3号张兰？可我明明记得他不认识李梅，怎么现在又变成了我要寻找的人？见我不肯相信，他便缓缓地道出了真相。原来李梅不是人，而是姐姐留下的暗语，用来迷惑 Black 的监视。但凡知道李梅的人，都是姐姐信任的同伴。那你一定认识我的姐姐，她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她和 Black 谈判前。原来姐姐和张兰是大学同学，在进入 Black 之后，他们就参加到了改造麻吉公寓的项目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他们就发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。Black 正在用公寓里的女孩们训练自己的 AI， 他们想让 AI 通过大量的模拟训练，进化出独立的自我意识，从而代替人类。而整个麻吉公寓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 AI 训练基地。为了能够使得 AI 更加接近人类的意识， Black 增加了挑战任务，让 AI 更加拟真地了解人类的思维。可一次次非人道的实验慢慢摧毁了女孩们的心智，想要逃离的人却被强制参加更为恐怖的实验挑战。这也成为了姐姐想要揭发这里的信念，所以姐姐打算找到 Black 谈判。临行前，姐姐把一个东西交给了张兰。这次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，这个东西很重要，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我的妹妹，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们了。说着，张兰拿出了一个 U 盘，我也注意到上面的2个字母。一瞬间，我想到了小智，我赶忙将 U 盘插在了他的接口上，紧接着屏幕上就弹出了一串串的代码。一旁的张兰紧紧地盯着屏幕，眼里却露出了一丝兴奋。这是权限指令，没想到他真的研究出来了。很快我就听到整栋公寓都响起了巨大的警报声，公寓里原本紧闭的房门应声开启，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地离开了房间，甚至就连楼下的大门也被打开，并且所有的智能管家都已失灵。看来所有人都得救了，可我的姐姐又在哪里？重启成功，正在前往目的地。一旁的小智发出了截然不同的语音，紧接着小智便缓缓地离开了房间。快跟上他！但没想到小智带我们去的地方竟然是 Black 的工作层，并且他打开了一间张兰从没去过的办公室。就在小智进入屋内的瞬间，姐姐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房间的屏幕上。小雪，当你看到这条录像时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我想张兰一定把这个公寓的真相告诉了你。 Black 那个非人道的训练方式在不停地伤害着人类，原本 AI 技术的出现就是为了在生活中更好地辅助人类，可现在他们却想生产出能够代替人类的 AI， 也许只有将这里毁掉才能彻底阻止他们。小雪，以后的路就只有你自己了，好好生活。看到这里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划过脸颊。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从小到大的榜样。没想到姐姐背负了这么多的责任。可视频结束后，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密码提示框，我的脑海中不停地思索着姐姐说过的话。我知道了，是好好生活。输入密码后，键盘下方弹起了一个自毁按钮。姐姐，剩下的任务就让我来替你完成吧。我用力地按下了自毁装置，马上屏幕上就显示了一个倒计时。在我们离开公寓大楼的瞬间，身后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。等待烟尘散去，麻吉公寓已经变成了一座废墟，周围那获救的欢呼声让我倍感哀痛。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姐姐了。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小雪。转头看去，竟然就是我的姐姐。姐姐，蓝雨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我还活着。我的衣柜里竟然发现了一堆陌生的信，
可我明明记得柜子一直是锁着的。事情最开始不对劲，是我网购了一条紫色的裙子，然而第2天我就收到了一封信。亲爱的，你穿紫色的裙子可真好看。可我记得我从来没有穿出去过，她怎么会知道？我索性把事情告诉了闺蜜。没准是谁跟你开玩笑的吧？不可能，我没跟任何人说过，快递也是我自己签收的。我瞬间想到了一个人，能知道我详细地址，并且知道我买了裙子的，只有我们小区的那个快递员。你把这件事情发到业主群，看那人下次还敢不敢了。按照闺蜜的说法，我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还是在群里发出了警告。群内的业主也都积极响应着，而那个快递员在群里默不作声。也许他并没有想到我能勇敢地站出来。我原本以为这件事会这么结束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第2天一早，我又收到了一封信。不要喝那么多咖啡，会对身体不好的。这封信如同一颗炸弹，在我的脑海里炸开。因为我只有在加班的时候才会喝咖啡，甚至这个习惯也是最近才养成的。难道不是那个快递员？公司里发生的事情他不可能知道。可如果不是他，难道是同事张明？记得之前公司聚会结束，是他送我回的家，而且他最近还跟我表达过心意。难道是因为被我拒绝，所以我赶忙联系闺蜜，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她。闺蜜和我想的一样，也许只有离开公司才能摆脱这种人。我如愿办好了离职，果然从那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的信件。当我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那封信又出现了。可这次，它竟然就摆在我的床头柜上。你已经很久没有拿起你的画笔了，你不是最爱画画了吗？原来是我错怪了所有人。其实从一开始，写信的人就藏在家里，而且他好像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。我惊恐地扫视着屋里的每个角落。等等，那个一直锁着的柜子怎么打开了？这些信里怎么写了这么多和我有关的事？你以后长大想干什么呀？我以后要当一名大画家。你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成绩，与学习无关的事都放一放。闺女，妈给你选的专业以后能挣大钱，听我的准没错。大家都在努力，让你加个班有这么难吗？原来这些信是我写的呀！但这一次，我要做我自己。我从来自把你世界之大，变成你的其中梦话。我疑惑地看着手里的头发，这个颜色显然不是我和闺蜜的，难道我不在家这段时间有别人来过？我随即找到了隔壁的闺蜜。娜娜，最近有朋友来家里吗？没有呀，你旅游这段时间我就自己在家。啊，那这些头发是哪来的？闺蜜看着我手上的头发，表情变得复杂。这可能是我那顶假发上的吧？说着，她就慌张地把头发扔进了垃圾桶。娜娜明显在撒谎，我知道她从来没戴过什么假发，很明显她在刻意隐瞒着什么。但我今天实在太累了，又不想因为这点头发小题大做，索性我便没再继续追问，回房间很快就睡下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水流声吵醒，到了浴室我才发现竟然是下水道堵了，满地的污水还散发着阵阵恶臭。我一边清理一边准备打电话，可当娜娜知道我要叫人维修的时候，她却神色紧张地拦住了我。哎呀，我收拾就好了，不用麻烦别人了。说着她就把我直接推出了浴室。我虽然很想帮忙，可她好像根本就不想让我进去。一种不安的感觉油然而生，娜娜这也太反常了吧！我明明记得她洁癖很严重，又怎么会主动去收拾浴室的下水口？这时，茶几上一张奇怪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照片上是一个女孩，但是她的脸已经被人恶意的涂抹掉了，而她头发的颜色就是黄色的，甚至长短也和下水道的头发很相似。难道你在看什么？娜娜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我被吓了一跳，手中的照片也落在桌子上。别乱动别人的东西！说着，她一把抢过了照片，快步走进了卫生间。我被娜娜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愣怔在原地，她怎么会变得如此陌生？娜娜绝对有问题。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乱了我的思绪。是你家要通下水吗？门外站着一个维修工模样的男人，但总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。娜娜，是你喊的维修工吗？我接连喊了几声，可娜娜没有丝毫回应。门外的维修工一直在敲，我只好先将他请进来。
然而当我打开卫生间的门时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彻底傻眼。刚刚走进卫生间的娜娜竟然凭空消失了，只剩满地的污水在不停地翻涌。我失神地愣怔在原地。不可能啊！我明明亲眼看着娜娜走进了卫生间。我还来不及多想，维修工已经开始疏通起管道，可伴随他的动作，越来越多的头发涌了上来。难道下面真的有？这是那个女孩的衣服。一瞬间，似乎所有的事情都串联在了一起。娜娜去哪里了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在这时，身旁的维修工仿佛听懂了我的心声，手指轻轻点了点地上的衣服。你找娜娜，她不就在这儿吗？如果我没有那么重的放射性，也许娜娜就不会发生意外。芊芊，我刚染的头发，快给我拍个照。娜娜，咱们去游泳吧，看看谁游得远。芊芊，我们已经离岸边太远了，快回去吧。你就是没我厉害，你看我还能游。芊芊，我离姐，娜娜，你说什么？咱们回去吧。你们游那么远干什么？知不知道下水玩水是很危险的？你们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。娜娜，我不想游了，你回来呀！我希望你能勇敢起来，去面对这场意外，哪怕不是为了你自己去面对。越是脑补，我越是感觉害怕，因为我确定那个高跟鞋的声音就是从墙上传来的。我是前段时间搬过来的，搬家的当天，隔壁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可没一会儿就戛然而止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这诡异的声音就响个没完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每天都会在凌晨1点10分准时响起，就连今天也是一样的。我吓得一夜都没睡。到了早上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班，刚开门我就遇到了隔壁的邻居，他特别高，甚至比有些男孩子还高一些。今天他和往常一样，把自己又遮得严严实实，口罩、墨镜、帽子一个不差，苍白的皮肤毫无血色。想了想，我好像确实从没有看过他到底长什么样。在下楼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他在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时候特别别扭。难道晚上他是在家里练习走路？我赶紧摇了摇头，哪有正常人会在墙上练习走路？可不知道为什么越是去想，越是感觉他身上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。我心里有些不安，便急急忙忙地跑下了楼。一路上我克制着自己不去想，可那女人怪异的模样一直在我脑海里不停地出现，搅得我心神不宁。于是我便请了假回家。一回家，我立马就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闺蜜。闺蜜看了消息后便安慰我，别自己吓唬自己，我看她这么怪异就是她干的，要是晚上再有声音你就录个视频，到时候找她也好说。看着闺蜜发来的消息，我稍微安心了一些。算了，不想了，赶紧趁机会好好补个觉。到了晚上，我准时起床，直接打开了手机录像，静静地等待着隔壁的异响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凌晨1点，我打足精神，紧紧地盯着墙面。1点10分，咔嗒咔嗒，那敲墙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声音比之前小了许多。到了1点11分就戛然而止。那个女人就是故意的。我赶忙把视频发给了闺蜜，被我抓到现行了，我现在就去找她理论。可闺蜜的消息却让我陷入了沉思。她每天都这个时候敲吗？敲1分钟是什么意思？对呀，闺蜜这么一说确实有些奇怪，敲1分钟是什么意思？我反复的翻看着视频，实在想不明白。1分钟？我回想着前几天自己被吵醒的时候，好像都是1点10分，1点10分。110？难道她是在向我求救？可我明明白天才见过她，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对了，勾结，她一个女生怎么会有勾结？她是一个男人假扮的。一想到这里，我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最终隔壁的女孩得救了。原来在我搬来的那天，她就被男人关在了家里，幸好我读懂了她的意思，让她成功被解救。我们村里有一个诡异的习俗，每当村里消失一个人，隔天村长就会带来很多肉给大家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都迷恋上了这种肉。我承认那些肉的味道很诱人，但是我不敢吃，因为吃过肉的人似乎像是被麻痹了神经，再也不会去吃其他食物了。这天我和往常一样出门觅食，路过村口时，一块长满苔藓的石碑却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渔村规则：1. 村子里绝对不会出现肉，如果出现，请一定不要吃。2. 远离明亮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是危险的。3.
村子里经常会有人消失，请不要好奇。4. 请远离吃肉的村民，他们不希望你知道真相。5. 请不要随便离开村子。6. 不要去祠堂，不要去祠堂。渔村规则，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石碑？我从没见过，而且村外好像确实和以前有些不一样。远处多了一道亮光，难道这就是规则里明亮的地方？我思考着规则，有些不敢外出。忽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我转身看去，原来是隔壁的王叔。我记得他和我一样是不吃肉的。我刚准备跟他打招呼，那道光就直直地冲向了他。一瞬间，他就毫无征兆地在我眼前消失了。我被吓得站在了原地。难道规则是真的？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咱们村口有道奇怪的光，人一碰到就消失了，太可怕了！我没说谎，村口的石碑上就写着远离那道光，上面还有其他规则，那些规则没准也是真的。可他们好像并不信。我感到十分无助，也许有人会知道村门口的规则。我赶忙起身朝村长家跑去。村里就属村长的年龄最大，可他的样子实在太诡异了。他嘴巴附近有一道深深的伤口，更像是爬在脸上的蜈蚣。我尽量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声音，讲述了一遍今天发生的事。可就在他听到规则时，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，可紧接着又恢复了正常。这件事儿有必要重视起来，我准备一下，晚点你来祠堂找我。看着村长的样子，我感到十分不安。村口的规则明明写着不要去祠堂，我到底要不要相信村长？正在我纠结的时候，我看到有好多面目狰狞的村民正躲在暗处观察着我，直到被我发现后才悻悻离去。这一切都太奇怪了，但为了真相，我还是怀着忐忑的心向着祠堂走去。路上的村民也越来越多，他们的眼神狂热，仿佛我是一顿美味佳肴一般。我颤抖地站在祠堂门前，突然回想起村里凭空出现的肉。我明白了，让我来这里只是村长的谎言。我不顾一切地转身就逃。忽然我感觉脚下一空，被人绊倒在地。我吃痛地爬了起来，可没想到身后却响起了村长的声音：去把他抓回来！一瞬间，周围的村民像疯了似的扑向我，我急忙起身逃命。眼看自己逃不出去了，我突然注意到了身侧的土缸，一个翻身便爬了进去。明明就在这里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别废话，赶紧找！村长说了，最先抓住他的人可以分到更多的肉。我紧紧地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丝声响。好像这里没有，去远处看看。听着脚步声逐渐远去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放开我！紧接着我就被他们抓到了祠堂，房间里挂着各式各样的道具。把它放着，剩下的人都出去吧。你为什么要抓我？是不是怕大家知道村里的规则？孩子，那个规则就是我写的，可规则并不能让大家填饱肚子。填饱肚子？我愣在了原地。虽然以前很苦，大家都吃不饱，可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相互猜忌，更不会为了吃肉而牺牲同伴。所以你现在是要把我变成肉吗？来给大家填饱肚子？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肉，但凡吃过肉的人就再也没回来过。我甚至在石碑上刻下规则来警示大家，直到我的妻子也消失在我的面前，我才下定决心吃下了肉。可我不仅没有找回我的妻子，甚至还留下了这道疤。但从那天起，我就知道，定期献祭1-2个人，村子里就能有吃不完的肉。我只恨自己知道的晚，让那些村民白白消失了，却没给村子留下什么。所以你也尝尝吧。我不吃。哎呀，钓鱼果然要多撒点饵料。
你撒了那么多，就钓了这么一条小鱼，不浪费吗？其实一点都不浪费。如果你被卷进门外有杀人狂的超市中，又发现和你躲在一起的人中有他的同伙，你会怎么办？因为第一次出国留学，闺蜜为了让我了解当地风情，便带着我一同逛超市。然而就在我们精心挑选零食的时候，突然远处传来了一声尖叫，紧接着混乱的人群向我们袭来，我们不知所措地躲避着，但冲撞中闺蜜被撞倒在地，我连忙将闺蜜扶起来，直到我们看到一个满是血迹的女人，才慌不择路地跑了起来。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了一个人多的地方躲了进去，经过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有杀人狂闯了进来，有好几个人都被砍伤。在场除了我和闺蜜还有几个人，大家都互相不认识，只是恰巧被困在仓库里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，那声音似乎不紧不慢地在外面晃荡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直到脚步声慢慢地远去，我才长吁了一口气，大家紧绷的心情也稍微放松了下来。每个人纷纷拿出手机想要报警，可能是因为仓库的位置偏僻，或者是手机信号比较集中，电话一直打不出去。没多久，门口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快开门！门外一个女人疯狂地喊道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门外又发出了2声惨叫。我们所有人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女人的叫喊声戛然而止。我缓缓地低下身子，想要透过门缝看看外面的情况，结果我看到的是一个女人一动不动躺在地上。我没忍住惊叫一声，浑身颤抖，对着大家说：她好像死了。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语无伦次，房间里沉闷的气息让人感到压抑。门外已经许久没有声音了，我们也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可不久后，门外突然又有人敲门。里面有人吗？外面现在安全了，你们出来吧。我们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不太确定外面是什么情况。一个大叔颤着声音问道：你是谁？我是超市的管理员，我知道超市的后门在哪里，我带你们先逃出去。听到这儿，众人如释重负，正准备上前开门。等等，确定要开门吗？如果他是凶手呢？我急忙低声阻拦，众人瞬间陷入了沉默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超市管理员？没过一会儿，门缝处被递进来一张工作卡，闺蜜急忙将卡捡起查看，这卡确实是超市员工的。不过闺蜜在接到工作卡的时候惊恐地捂住了嘴，急忙将我拉到一旁，在我耳边悄声道：这双鞋我在摔倒的时候看到过，所有人都在逃跑的时候，只有这双鞋的主人仿佛在散步一样悠闲，所以他肯定有问题。闺蜜狠狠地抓着我的手臂，有些颤抖。闺蜜不会骗我。听到闺蜜的说辞后，我对着门外喊道：工作卡并不能证明你的身份，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报警等警察来呢？门外的人迟疑了片刻，手机摔坏了，打不了电话。仓库的第一排放的是马奇饮料，这是我早上刚搬进来的。如果我不是管理员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啊？我得对顾客的生命安全负责，相信我，把门打开吧。听到这儿，一个中年大妈去确认了货架上的东西。货架上的东西是对的，我们先出去吧，这里太压抑了。转身，他和大叔想去把门打开，另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从角落里站出来。你们先别冲动，仓库里的东西在提货单上都可以查到的。如果门外的是凶手的话，那太危险了。我随声迎合。况且你们看，头上有监控，仓库里的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想的太多了，我孙子还等我回去给他做饭呢。你们不出去，我得出去。出去是可以，但是现在我们又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，万一这个工作证是他从仓库管理员手里抢来的呢？大妈看我阻挠他出门，一脸鄙夷地看着我。那你这么说，难道警察来了也要你同意才能开门？现在有人救我们，就赶紧走吧。管理员，你帮我们看着点，我们马上出去。大叔侧耳等待着门外的回话，可门外迟迟没有动静。啊，他怎么不说话了？他不会走了吧？都怪你们，救人还挑三拣四的。现在好了吧？片刻的沉寂后，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。快开门！你们快出来！我刚才去了隔壁的监控室，你们之中有个人就是凶手的同伙。如果你被卷进门外有杀人狂的超市中，又发现和你躲在一起的人中有他的同伙，你会怎么办？快开门！你们快出来！我刚才去了隔壁的监控室，你们之中有个人就是凶手的同伙。门外超市管理员的话让众人陷入了混乱，我和闺蜜也警惕地环顾着其他人，大家都纷纷向后退去。门口的大妈害怕的直接想把门打开，好在戴眼镜小伙站在门前拦了下来。不要他说什么我们就相信，他的身份都还不确定，你倒是说说看，同伙长什么样子？门外的超市管理员思量了一会儿，因为监控像素并不清楚，只能看到他身上有血渍。门外刚说完，闺蜜震惊的声音就从我旁侧传来：你裤子上什么时候沾上血的？我还来不及解释，一个躲在大叔身后的小姑娘露出了半张脸。怪不得一直不让我们开门，你就是那个同伙吧？环顾四周，就只有我的裤子上沾染了血渍。为什么这么巧合？我居然完全符合杀人犯的特征。我真的不是什么同伙，
这些肯定是刚才人群混乱的时候蹭了上去。可众人看着我的眼神还是充满了怀疑，就连刚刚反对开门的小伙子也有些动摇。我们现在要先确认的是门外人的身份，不要他说什么都相信啊。然而大叔大妈反倒嘲讽我，一直做着一些没有根据的推断，也不让大家相信我说的话。一旁的闺蜜不停地帮我辩解，急得眼泪都流了下来。我们反对开门是因为门外的人的鞋子有问题。如果我闺蜜真的是杀人犯，我们应该同意开门才对啊。如果按照你这么说，想开门是杀人犯的同伙，那很多人都有嫌疑。一旁的女生又发声，门外的人不论怎么说，我们都要先确认屋内有没有凶手，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。眼镜男也在一旁对我说，你的想法确实很好，这个姑娘说的也没错。我们现在产生的问题就是仓库里到底有没有杀手，如果有，杀手那个人又是谁？只有我们确认了这件事，才能知道门外的人到底可不可信，我们才能确定要不要开门。我连忙询问，你有办法吗？眼镜男站在门前沉思着没有回应，他提出的问题也在困扰着我，因为我肯定不是杀人犯的同伙，而门外的人这样指向性的说了我特征，在我看来他有着很大的嫌疑，那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证明他是超市的管理员，让其他人相信他，从而把门打开。我明白了，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开门，所以他一定是凶手。可为什么他非要进来不可？难道这个仓库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？我努力地向大家表达出我的想法，现场除了眼镜男和闺蜜，却没有任何人听进去我的话。你们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说我闺蜜是杀人犯的同伙？证据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那个眼镜男进来的时候，手上好像拿了什么东西，衣服上也有着污渍，但是现在都不见了。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了眼镜男，眼镜男连忙解释，我手里没拿什么东西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刚才就见他在角落里，是不是藏起来了？闺蜜见到有人有重大嫌疑，便连忙起哄，走去找找。女生拉着大家在仓库里寻找，我和闺蜜跟在他们的后面看着他们行动。忽然前面的大妈发出了一声惊呼，这里怎么有带血的衣服？大妈惊恐地指着藏在箱子堆中的那件衣服。我们听完后这才靠了过去，只见角落里被箱子掩盖了一件沾染了大片血渍的男士卫衣，而衣服中还裹着一把刀。眼镜男连忙否认，这些东西不是我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杀过人。小女孩委屈地躲在大叔身后。原来门外的人真的是管理员，对不起姐姐，是我太害怕心急了，是我错怪姐姐了。这个男人好可怕，叔叔，怪不得从刚才开始他就各种阻挠。眼镜男听着话语不停地解释，但众人却是慢慢向他远去，看着大家的眼神，眼镜男怒吼道，说了不是我就不是我！他要行凶了！一声惊叫从人群中传来，一下子加深了所有人的恐惧。年轻的女孩捂着眼睛向着门口跑去，大叔和大妈也急忙跟着逃走。难道门外的人真的就是超市管理员？真的是我想多了。我心里还是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劲，但却根本阻拦不了大家想冲出去的决心。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看到确实是一名超市的员工站在门前，他戴着口罩和帽子，低着头，根本看不清面容。我拉着闺蜜警惕地看着眼前的情况，直到那个瘦小的女生走到那名超市员工面前，超市员工抬眼看向了她。此时一直关注的我注意到了超市员工的那双眼睛，无比犀利，和工作证上完全不一样。你怎么乱跑？害得我费了这么多口舌才让他们把门打开。里面这群傻子被你耍得团团转。我惊恐地拉着闺蜜往后退去，眼看她从背后掏出了一把带血的刀刃。原来那名瘦弱的女生才是杀人犯最重要的东西。正当我们陷入绝望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了大量的脚步声，沉重而急促。警察，放下武器，趴在地上。我觉得我的邻居很可怕，因为我每次下班回来的时候，他总会开门盯着我。早上就在我刚反锁好房门时，一阵吱呀的开门声在我身后响起。按常理说，刚好碰到对面的邻居没有什么，而这声音却让我后背发毛。我僵硬地转过身去，透过对面房门的缝隙，看到了一张满是沟壑的脸，空洞的眼神仿佛要将我吞噬，干枯的皮肤像是树木一般紧紧地贴合在面孔上。出门上班啊！一道苍老的声音从门缝处传来，我僵笑着对他点了点头，便赶紧跑下了楼，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是3个月前搬进这栋老式居民楼的，之前跟那个老人家并不认识，可自从我搬进来的第2天起，无论什么时间，他总会开门跟我打声招呼，就算到了深夜也是如此，他就像是伫立在门后时刻监视着我一样。最可怕的是上周我刚回家时，突然听到楼道里传来一声巨响，我吓了一跳，捏紧了手中的手机，犹豫地探着头朝着楼上望去，只见那个老人家正站在楼梯口，死死盯着我。他的手中捏紧的一把钳子，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，隐约还有一丝血迹从他手中的钳子下渗出。我吓了一跳，浑身汗津津的。楼道的窗户大开着，风吹得呼呼作响。我眼不眨地盯着他手里的钳子，颤抖着声音问他：“老大爷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楼道窗户坏了，
我想休一下。阴沉的声音响起，老大爷眼睛微眯，皱着眉头的模样，伴随着一阵冷风吹来，我忍不住打了个战栗，慌忙跑回了家。由于前一天晚上并没休息好，我蔫蔫地躺在床上。就在我准备拿起手机点个外卖时，门铃却突然响了起来。我感觉有些奇怪，明明我还没点外卖，可等我趴在猫眼上看的时候，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连连后退。是那个老大爷，他的手上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，白花花的。我紧张地询问老人有什么事，老人就仿佛听不见一样，一直按着门铃。我翻找出拖把攥在手中藏到身后，缓缓地打开了房门。只见一盘饺子推到了我的眼前，并告知我这是他自己做的饺子，知道我喜欢吃，便给我准备了一些。我咽了口口水，但还没来得及拒绝，他直接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屋子。我一脸莫名其妙地把饺子放在了桌上，却突然反应了过来哪里不对劲。我从没有跟他聊过天，他是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饺子的？我突然想起我每次出门倒垃圾，他从门缝里偷看我的样子，我突然意识到他一定在监视着我。我如鲠在喉，理智告诉我还是少跟他接触一些会比较好。之后的几天，我每次开门关门，包括走路时，都刻意地收敛了声音。从那之后，我便再没有在楼道里遇到过他开门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直到后面有一天晚上回家，刚好撞见老大爷家的房门大开着，他也在门口大口地喘着气。大爷，您没事吧？我犹豫着开口，原本有些害怕他的情绪在这一刻也抛之脑后。我看着他面色苍白，状态十分不对劲，赶忙拨打了电话，把老人送进了医院。后来我从居委会的口中得知，老人的儿子因为在国外工作已经很久没回来了，幸亏我把他及时送医，并没有大碍。而之前老人奇怪的举动，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，他自己却不知道，而我正与他孙女的年龄相仿。由于前一天晚上对于吓到我表示歉意，这才特地包了他孙女最爱吃的饺子递给我。听完后，我隐约觉得心里有些难受，忽然觉得他没那么奇怪了，他只是害怕孤单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，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，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1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，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，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我被自己话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我紧张地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。门没锁，我推开了房门。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。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可能真的出事儿了。我本能地捂住了嘴巴，想着是不是应该先逃离这里，毕竟我多待1秒，危险就多上1分。就在我惶恐不安之际，一阵细微的呼吸声从身后传来，我僵硬地扭过了身子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下一秒，我几乎是疯了一样逃回了自己家。然而在我开门的瞬间，我发现门口竟然有一张褶皱的纸条，这显然是有人刻意塞进来的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顾不得擦去额头上的冷汗，猛地将纸条摊开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快跑！我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，这会是谁塞的纸条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报警。可我不知该跟他们怎么说，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荒唐的故事。我私闯了民宅，还发现了命案，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。这种情况令我一筹莫展。虽然我很想救对面的女孩，但是却无能为力，甚至我也可能被凶手盯上了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纸条，如果这个真的是有人故意塞给我的，楼道2端都有监控，那个放下纸条的人一定会被监控拍到。顺着这条思路，我跑到了小区的保安室，利用自己小区业主的身份，成功的看到了监控。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随即将视频放大、放大再放大。这个人一头波浪卷发，尽管戴着口罩，但还是可以看出此人目光中显露出的疲惫。我一脸惊恐地后退了几步，这不就是住在对面楼的那个女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她又为什么要在窗帘上留下求救信息？我又回想起床上的血渍，难道杀人的是这个女人？可她为什么又要给我塞纸条呢？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起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。我疲惫地回了家，还特意检查了反锁的门，这个地方我可能真的不能待下去了。我紧忙收拾起屋子里的东西，正当我收拾到桌上的电脑时，眼睛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对面楼的女人家。只见她家窗帘忽然被猛地拉开，接着是女人一脸急切的表情。我看到她站在窗前手舞足蹈，似乎是想向我传达什么信息，可声音并不能传这么远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看到她不停地用手指着窗户上的图案，还没来得及思考她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现在可是深夜，谁会在这种时候突然来访？敲门声一阵阵的传来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诡异，我始终没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我慢慢挪到了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去，那是个看着很普通的男人，只不过胡子拉碴的，皮肤微微泛白，看样子像是许久没有出过门了。下一时间，我再次望向了窗户对面的女人，她依旧一直晃着手臂，再次指了指那个诡异的符号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通了一切。505，对面窗户上的图案根本不是求救信号，而是505，那正是我家的房号。那个女孩一直都在提醒我。门外的敲门声已经停止，但我依旧不敢开门，我怕她还是躲在了我家门口。对面的女人是因为某些原因得知了这件事，所以她想着要救我。想明白了一切后，我下意识咽了口口水，最终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那个男人被抓住了，起初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，直到找到了对面的女人，经过一番开导之后，他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经过。原来那个女孩因为不拉窗帘而被男人盯上了，后来又遭受多次伤害与威胁，产生了应激反应，迟迟不敢报警。这些天男人也一直在女孩家里，当然也发现了站在对面观察女孩窗户的我。而我去他家的那天，那个男人其实就在屋内，但因为门是开着的，他不好下手。女孩则是恰好找了个借口，特意跑到我家，留下了纸条，就是想提醒我离开。因为他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，即便他不敢报警，他依旧鼓足勇气想来提醒我。最后那个男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则经过女孩同意后，把这一切写成了一篇精彩的故事，希望能够被更多像我们一样的独居女孩看到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要重蹈覆辙。这是一段我在加州留学时候的经历。那天我和男友一拍即合，准备去山上露营。我们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升起篝火后，我们就坐在帐篷外边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吃着披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注意到男友身后的荒草丛中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因为附近的草比较高，映着月光看去，就像是一张笑着的脸隐在那边。因为我本身有点近视，又想到附近这么荒凉，也不太可能会有人，怕破坏了气氛，索性就没跟男友说，继续喝着酒和男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但眼睛还是会时不时瞥向那个位置。10几分钟过去了，那个东西一动没动，我心想着可能是挂了个气球或者什么的，所以干脆就没太放在心上了。不久我们就一起钻进帐篷休息，聊了会儿天后就决定要睡觉了。我也习惯性的和男友说了晚安，男友还半坐着身子在那整理帐篷的边角，没来得及回话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也回了一句 Good night。 我确定我没有听错，那个声音就在我旁边，是从帐篷外传进来的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眼睛看向了男友，男友也愣在原地，脸色苍白的看着我，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，那意思是你听见了吗？我也惊恐的马上点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心砰砰直跳。我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刚才在外面绝对不是近视眼看花了，而是在黑暗中一直有个人在盯着我们。我一把就拉住了要出去的男友，眼神示意说别出去。直觉告诉我，外面那个人肯定不正常，我怕男友受到伤害。我俩谁也没说话，
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帐篷里边，支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。外边除了呼呼的风声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。坐了10几分钟之后，男友终于熬不住了，大叫了一声说谁呀，然后猛地起身出去了，我也紧随其后。发现外边空空荡荡，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走了还是继续又躲在了草丛里边。男友拉着我说这个地方不能待了，随后我俩带上手机和重要的东西，连帐篷啥的都不敢收了，直接就上了车。男友开车的时候还紧张地跟我确定是不是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。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望了过去，黑暗中那个人就站在车后不远的地方盯着我们。